拨开延绵林海，无人机无意间撞见了大山深处被遗忘的居所。这里位于湖南的密林深处，在这里我们偶遇了一座空心古村，群山将村落紧紧悠在环中，进出唯有一条道路。旧时夯土老屋大败倾颓，新建的砖房也早已人去屋空。偌大的村落如今仅余下3户留守老人，年轻人尽数奔赴山外。即便山路修整通畅，水电网络样样齐备，也无法挽留向外远行的脚步。深山尽首的古村慢慢褪去往日烟火，在岁月里慢慢沉寂，终会渐渐被世人遗忘。哎，你好，你这里养羊啊？耶，这里些房屋怎么都没人住人了？搬到城里去了。这么好的房子哎，这房子修了多久了修7、8年左右吧。7、8年把这房子修得这么好，都浪费在这里啊，真的可惜哦。路修得这么好都走，这路修了多久了5年吧，差不多是。？5年，这里搬出去7、8年。啊，估计那个时候这个路不好走，不晓得这个什么时候把路打通。他在城里几套房有。啊，在城里有几套房子？是几套房啊？是真建这个房子，那边房？真建那个。这一看就是有钱人了。这相当于修的是一个别墅形式。对。这个应该是出去的更久一点了。这个是应该是95年修的。95年，那套房呢？那差不多都。就是95年，那不有30年了？你的房子在上面。那套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。哦。今天带小孩子出来玩一玩，到处看看，拍拍视频，拍拍风景啊。哇塞，这房子修得这么漂亮，看看，都浪费了，这么好的房子。豪宅呀！看这里，他还弄了洗手池嘞。他这个房子设计的好漂亮的。还有停车库。是啊。这么多房子就废弃在这里了。这套房子也还漂亮。哎呀。所以现在的路啊，哪怕是修到家门口了，非常便捷，有电、有水、有网络，双向2车道的公路，而且前后你看这里种水稻啊，开辟菜园子啊，种地啊，任你开垦，任你种。早几十年前，这个地方抢坡头打架，为了1亩3分地，为了抢水源。现在呢，没有任何人管了。你想怎么种就怎么种，真的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当初像这些房子，全部是瓷砖贴满，地砖、超平，别墅都是几十万的投入进去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在这个大山里面，基本上几公里有那么2、3户人家，都是零零散散的。
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山里面前进，看看这栋房子多漂亮啊！又是废弃在这里了，马路边上，对面就是风力发电。要是住在这里的，晚上应该是很吵的。确实，因为这个风力发电站离这里就不远了都。对呀，看样子这个房子应该废弃了又10-20年了。看看这里的厨房，杂乱不堪了。这里甚至还有马蜂的窝，哦，不过已经废弃了。是的呀。所以到大山里面以后，这套房子啊，不管你装修的多漂亮、多豪华，都会人去楼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瑞，岁岁安兰。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现在我就在湖南醴陵的一座大山深处，在我的身后有蓝天、白云，还有风力的发电站，景色是不是特别的优美啊？今天我们准备去探访大山深处的古村落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刚刚我们开车一路过来，看到了很多房子，而且在路上啊，居然遇到了居住在这个大山里面的本地村民，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些房子的一些情况。有些房子啊，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，但是呢，挡不住这些房屋主人离开这里的决心。当然，有些人是飞黄腾达，要往更高处走，去外面赚更多的钱。还有一些呢，是因为这里交通不便，小孩子上学啊等多方面。虽然我们现在这里电、水、网络、公路什么都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人们呢还是不想待在山里面，因为一旦遇到什么自然灾害啊，或者是下雪呀、大雾天呢，出行还是不方便的，所以他们都出去了。现在基本上住在山里面的人呢，都是老年人。我们现在啊，继续沿着这个公路走到山里面看看。通过无人机，我们看到这上面呢是有几栋房子，但是我们要走进去瞧瞧，看看还有谁住在这里面。看看天上啊，基本上白云都不是特别多啊，这边就会比较多一些。水泥公路直通家门，三相电直接拉到山的最里端。但是呢，年轻人还是住不惯，都想离开大山。哇，这些电线杆竖起来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公路，所有要进村出入都只是唯一的一条道路，所以公路看上去，铺设应该也就是几年时间吧。刚刚那位兄弟说只有5-6年的时间，但是这条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铺设的，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山里面的村民出行真是不方便。现在我们又看到菜园子了，苦瓜、丝瓜、辣椒，那么旁边应该就有房屋了，但是基本上也是种的很少，就那么几株。
全部荒废了，有些田。看样子又是老年人住在这里面了，都是自给自足，自己吃一点点就够了。生太多也卖不掉，也没有人跑到这个山里面来。这里还种了茶子树。是啊，都种的是荆棘洲。这个蓝天白云看在心里很舒服，真舒畅。这座山是座石头山，啊，以前那个山坳里面都还有人，啊，上面都还有电线杆，今非昔比啊！啊，前面看到房子了，好像是一个水泥砖房。嗯，对，还有泥土房，瓷砖上墙了，绣得还挺漂亮。啊，这里也是砖房。都是砖房。哎，这里，那里面就是泥土房。这里应该有人住，这里是有人住，因为晒了衣服。这栋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，看上去，对吧？嗯。应该都是老人家住在里面。我们先去这边看看，看看这边还有路进去吗？啊，这里有人住。这房子修得挺漂亮，旁边就是水泥房。啊，这个公路都进去都还有嘞。啊，这个大山里面真的是路的尽头，估计进去都还有几百米。好吧，我们再走走看，先走到里面看看，看还有没有房子，然后我们再折返回来。啊，这里又看到一栋房子了，又是一栋砖房。哦，它旁边是有一个已经倒掉的泥土房。对啊，泥土房。但是看起来好大呀。泥土房它保管不善，它就倒塌了，倒塌了就只能是重新建新的房子了。哦，这房子没人住了。这栋泥土房好大，对呀，1间、2间、3间、4间、5间房，啊，再加上旁边的厨房，这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。这估计都有8间了。对呀。然后再加上2楼。是的。哇，这个山羊。啊，这里这么多小羊羔。这里养的好多山羊。哇，这里面都还有人住嘞，看，这房子应该又是废弃了10-20年了，杂草丛生。啊，你看那里面都还有房子，对吧？一眼就废弃了，因为这些草啊，都没有人走过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看看这是红砖房还是泥土房？泥土房吧，应该是的。现在在农村里面，好多好房子都没有举人了，哎。这里是一个庙吗？哦，不是，仁熙地。啊，这房子大气啊，是一栋泥土房，外面做了粉砂。哇，这里面已经倒掉了。对，不过去了，安南。只有外面这一层墙了，里面全部倒塌了。鸟语花香，山清水秀，对吧？左边、右边。对啊，你看，又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。啊。
又是一栋横卷房，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山谷的尽头了。这里成片成片的杂草，这个房子不知道有没有住人呢？这个路真的是好宽呐，跑个路面差不多是3米宽。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很少有人进出，因为旁边你看这些树枝都伸到马路上来了，都没有折断，都没有落叶。最多就是有摩托车偶尔进来走一下。哇，看样子爸爸还说错了嘞，那里面还有。哎呀，好累呀！先看看这里吧。这都这是什么？应该是养猪场。养猪场，或者是做其他用途。来，让我进去先瞧瞧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净水厂，纯净水厂，把这个山泉水深加工。个人猜测啊，我们看看在山里面还能不能碰到人啊？电线三相电都拉到家门口了，那是一栋比较大气的泥土房。应该也是人去楼空。风力发电站近在咫尺。这水泥路面都铺到这个门口了，奈何，人们离开这里的决心真的是坚定不移啊！哇，看这里面杂草好深呐，以前都是从这里一条便面桥过去的，看到吗？现在呢，就修了一座水泥桥了。这个主人应该又是去外面发财致富去了。哇，走到这个草丛里面，就是有点担心蛇手成也。这些房子保留的都还挺好的，再等个3年，这栋房子也会墙倒屋塌了。如果没有人再管理的话，这栋红砖房当初应该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它建好。你看电、网络全部到家，但又怎么样呢？该离开还是要离开。应该就是到此为止吧，还是说前面还有房子呢？仍然是3相电，再往山谷里面走。继续，安兰，加油，快！我怎么感觉走这个水泥公路比走泥巴路还要费劲呢？前面我们看到又有一栋房子，应该这是最后一栋房子了。这里又是一栋楼房。
看到摩托车了。啊，这最后一户人家住了有个人了，一个人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，真的可以这么讲。虽然有这么宽的水泥路面，但是我们刚刚走进来，那里是有2、3户人家，但是离这里的距离差不多是接近1公里。啊，这里只是有辆摩托车，还是没有人住。看，它这里就没有路进去了，这水泥路这里就是尽头了。那么这里面是肯定不会再有房子了。这户人家，这里应该是其他的人跑到这个山里面来寻宝的，寻宝探秘的。哎呀，这个房子修得这么大气漂亮，都还是走了呀，搬走了呀。又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，跑到外面去了，去外面开枝散叶呀。全部这个地，当初建这个房子，这家人不是一般的有钱，在这个深山里面，想把这些砖呐、水泥啊，全部弄进来，不是一般的困难。尤其是这个水泥路面才打通，才5年左右，所以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接近有8年到10年。修的是真漂亮。哇，这里还有风箱，这里以前应该也是一个老地基。这里只看到摩托车，没看到主人，应该是去山里面去了，可能是去寻山羊，或者去看牛，还有的就是里面可能有奇珍异宝啊。啊，这样子看来，整个这个山谷里面居住的人呢，不超过5个人。这么一个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四面环山，公路、网络、电力、水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而且这里面空气又好，安静，交通呢也不是成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去1公里处的那3户人家去看看，去跟他们了解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返回吧。哎呦，那户人家有人住嘞，开了门喽。我开始还以为没有人住在这里面。里面停放了一辆摩托车。是的呀。应该都是一些中老年人住里面。哎呦，小心！啊，这里没有养狗啊，没养鸡，好安静的。看看这个时候没看到人呢。哎，刚刚坐在门口的人打电话出去了吗？我们问一下这户人家。哎呦，这房子修的是真漂亮。
们现在还有太阳能照嘞。他们现在应该在做午饭。你好，有人在家不？你好。哎呦，你好，嘿嘿，打扰你了。我带小孩子来玩一下。哦，你这个是山泉水吧？啊，应之不竭啊！你一个人住啊？哦，有几个人呢？那边是人家。啊，就全部。伯伯好。啊。伯伯好。我是说，你现在这个房子就你一个人住吗？几个人住？哦，你这房子也是有几个人住？你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是太阳能吗？卫星锅子。这是个卫星锅子啊？这是看网络的还是看电视的？看电视的。这个是看电视的。送女儿就是个手机吧。送女儿在那屋子的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看电视的。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一个接口，啊，我看到了。这个锅子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现在还可以看电视吗？啊，可以看电视啊。这我还是第一次见看电视的。哎呦，你这里还种了好多玉米哦。不多。这个房子你自己建的了？你家做过的，你早几天那个老包子，现在你是？哎，我刚刚说没有养狗，没养狗，这里一下子有了好几条狗在，好多狗啊！我刚刚都说还没有狗生，又没有鸡，养了4条，哎呦，5条小狗仔哦。哇，那个小黑狗与众不同，其他都是小黄狗。我刚刚走进来，我就说这么安静了，又没有狗声了，又没有鸡叫，好安静的这个村落。以前这里住的人多不？有上百个人是吧？就这个小湾里面就70-80个人了。就这一小片就70-80个人了以前，但是现在都搬出去了。哦，全部去外面去了。哎，你现在还要出去啊？这么晚？你这么晚都还要出去啊？你应该是刚刚才回来的吧？哦。哈哈。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啊。你是说这个地方以前出了好多人才啊？啊，就这一。哎呀，刚刚跟这位大哥聊天，聊得半路蹦极了，因为他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是边说边猜，能够猜的一丁点。然后呢，大哥呢这么晚他都还要出去办事，听不太懂，听不你太懂，但是我知道你这里应该是个风水宝地。好，你慢慢骑，慢慢骑。风水宝地了，啊，这是奶奶，还有大哥回来了。哎呦，奶奶您好。老人家你好。我们到这里面来玩一下。我说我们到这里面来玩一下，老人家。哟，那个是你的孙子吗？啊？我说那个是你的孙子吗？那小孩子。我们生一个仔。啊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孙子。啊。那个仔长肥呀，长肥哎。哦。哎，大哥你好，你老人家高寿啊？啥子？啊，你有90岁了吧？我这80几。啊，80多岁了。哎呀，身体好哎。84。84岁了，身体好，身体好。
身体好。养活个人呢，我。哎，不苦不苦，你看你额是满堂啊，哎你额是满堂不苦的。你看你有这么好的房子，身体又好。哎，错了没？啊，不用做不用做，因为天黑了，我们也准备回去了。还不熬着不着？啊，这位奶奶呀，有84岁的高龄了，但是人啊，精神状态特别好，口齿伶俐，思维敏捷，而且人呐、非常的热情。一下摩托车呢，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做客，邀请我们去里面喝茶。但是啊，因为他刚刚回来，而且大哥啊好像回来事情特别多，我们也不进去打扰他们了。再一个呢，天色也比较晚了，我们也准备返程了。奶奶不会说普通话，属于情理之中，毕竟年龄大了。再一个呢，我又不是本地人，很多话呢只能是边说边猜，能够猜得一丁点他的意思，从他的动作啊、肢体语言上去猜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这里啊，感谢这位奶奶的热情好客。在这里呢，我就祝这位奶奶呀健康长寿。我听不太懂。我是从下面一条泥巴路开上来的，我待会儿就走到那个山顶上再回去，我慢慢再开回去，没有关系的啊。那你回家吧，你回家吧，好好走啊，好。健康长寿啊，健康长寿，身体一天更比一天更好。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奶奶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村落，竟然只有3户人家居住了。在这个地方，空气又好，水也好，又安静。如果是你愿意住在这里吗？快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言论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